好，接着我们来看唇彩。首先是我嘴巴上这支，也是我这次买到的所有唇彩中最喜欢的，它是 Huda Beauty 的雾面一体唇彩。它是会干到完全雾面的哦，不是那种什么有微雾光啊、丝缎光啊，没有，它就是完全的雾面。可是它擦起来啊，意外舒适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像欧美系这种会干到完全雾面，通常都会有一种那种扒在嘴巴上让人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厚重，就异物感很重。这个不会，而且它是有防沾染的。我现在亲手背，你看微沾一点点，你们看微微唇部的形状，可是不会说一亲整个手上都是嘛，所以它算是有防沾染。然后持久度我觉得算不错，就是吃完饭之后只有唇部中央掉一点点，你就再补一点点就好了。就你一整天下来，可能就都只需要这样子中间补一点点，所以它的持久度我觉得不错，然后使用上舒适度非常高，然后颜色的呈现也很漂亮，妆感也很漂亮。就是以这种雾面一体唇膏来讲啊，我觉得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我还有买 Jeffree Star 这一个，它的妆感、颜色都非常的好，可是使用起来啊，就是这个就会让人觉得有很重的异物感。你擦在嘴巴上，你就会觉得有一层东西，就很像有一层水泥嘛，就干在嘴巴上，你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妆效虽然漂亮，可是使用感受上，我觉得我是不推荐的。除非你有看到真的你觉得不买会死的颜色，不然我觉得这一个我是觉得还好的。好，再来是2支 Fenty Beauty 的唇膏，这个是雾面的。那 Fenty Beauty 的东西，我觉得包装质感都非常好嘛。可是意外的这一款唇膏，我觉得包装有一点。看起来是漂亮的，可是拿起来我不知道是重量太轻还是怎样，拿起来的手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廉价感。就是包装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加分，很意外。因为 Fenty Beauty 的东西，我觉得包装都是大加分的一点，可是这个包装呢，我觉得是没有加分的，但也没有到扣分啦。然后唇膏本身呢，非常的好用，它的雾呢是带有一点点稍微很微微的光泽感的，它没有到完全的实物。可是你们可以看到啊，它非常的滑顺，然后显示度非常漂亮，然后色泽的呈现也非常的好。然后很意外的是，它是唇膏嘛，这种东西通常不会多持久啊，可是这个它非常的持久，就一样，你吃完一餐饭就只有中间会掉一点点颜色，你就只要稍微这样子点点点，再稍微补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个唇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如果你喜欢这种妆效的唇彩啊，我超级推荐这个。如果它后面有再出其他我有兴趣的颜色，我一定还会再买。好，再来是 Sephora 自营品牌的唇彩，这个它很妙哦，就是你要按出来就回不去了，所以你拜托用多少按多少。然后它的妆效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它抹起来啊是很水感的，就擦在嘴巴上啊，滋润度很好，就你擦上去会忍不住想要一直抿嘴唇，因为很舒服。然后它的唇色遮盖力并没有很完全，差不多就是60%吧。可是它在嘴巴上的妆效呈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反正这一款呢、我还蛮推荐。就如果你的所在地是有 Sephora 的话，我很推荐你要去店里面试色。这一款不管是在整个颜色的呈现，还有妆效在嘴巴上的表现，还有使用感受跟整个滋润度啊，都是完全物超所值的。因为 Sephora 自营品牌就是开价的价钱嘛，大概10块美金出头吧，有这样子的表现、啊，我觉得非常棒。所以这一款我超级喜欢。然后我买的颜色啊，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有点肉色嘛，就有点咖啡色的感觉，可是其实擦上唇的效果还蛮好的，就是一个很自然润色的效果。如果你再找一个滋润度好、日常可以使用，连素颜擦也不会突兀的唇彩啊，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再来还是 Sephora 自营品牌，它是一个唇膏。这个呢，就是那种表现很中规中矩的 cream 状唇膏。那我会买这个的原因是颜色我喜欢。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我热爱的干燥玫瑰色。反正 Sephora 这一个系列的唇膏啊，我觉得就是没有到说会很令人惊艳，可是它的表现啊，绝对是没有缺点可以挑的。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颜色啊，这一系列是绝对可以买的。然后再来是一个 Buxom 的唇蜜。我会选这个颜色呢，是因为 Casting Light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所以我就买了。可是收到之后，我觉得还不错，可是不会有说觉得要推荐给你们一定要买的感觉。第一个啊，它的这个海绵头的沾取力很差，所以你看到我在擦的时候呢，你要一直不断的回沾。那我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使用感受，我觉得用起来非常的麻烦。我要涂一个嘴巴，你看来回要沾个5、6遍，我就烦死了。虽然说它的整个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
上唇的效果也很好，但这个的使用感受我觉得太差，所以我不推荐。因为好用的唇蜜非常多嘛，不差这个，不需要去忍受一个涂好整张嘴巴要来回沾个5、6、7、8遍，除非你嘴巴超薄的啦。但像我的嘴巴，你就看到我这样边讲边擦，我已经沾了5遍、6遍了吧，超烦的。所以这个啊，一样是我买了就会用，可是我并不觉得会需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好，再来最后一个唇彩，如果你是包装控，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哇塞，这个也太美了吧！这是艺术品吧？这怎么会是唇膏？你看一下，先赞叹一下，给它3秒钟，赞叹它的外貌，然后打开来呢，就这样子，这真的超美的！你在转开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奥黛丽·赫本吧，超漂亮。如果你真的对于包装的质感非常非常要求的话，这个绝对没有的挑剔，而且它整个重量还有手感都是完全的满分。然后唇膏本身的表现呢？超越满分，它整个色泽的呈现，还有滑顺度，还有贴合嘴巴的程度啊，都很棒。就这个刷在手上，你不会觉得特别有什么值得惊艳的地方，可是你擦在嘴巴上，然后再观察它上唇的那个颜色的呈现，它的那个颜色啊，会完全的融入你的双唇，就是它整个的色彩呈现真的是太美妙了。这个它很贵，它超级贵，好像是40块美金吗？反正它超贵，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完全有对得起那个价钱，而且它的这个包装，再看一次，你这个打开来，然后转出来，你在擦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超优雅的。这个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人啊，需要来一支，这个你在用的时候那个爽度非常的够。好，接下来终于剩下的都是眼妆类的产品了。我今天这支影片真的拍了非常非常的久，如果我等一下讲一讲，看起来很像有气无力，那代表我真的很累，请大家见谅。就我原本是想要把这些东西可能拆不同的主题，然后慢慢拍，可是就是前几天发现 Sephora 好像要打折，所以我想说赶快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让你们可以趁打折的时候想买赶快买，所以我才会逼自己一次把这些东西全部做个心得出来。好，首先我们来看睫毛膏，这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这个是我买东西送的，所以它只是一支小样。这个呢，如果你的睫毛本身是很容易维持卷翘度的我超级推荐这个，因为它刷起来那个根根分明又浓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根根分明是真的一根一根一根哦，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刷，你就只要这样子拿着，然后这样刷，它就是完全不纠结。一根一根一根，然后又浓密，但是它一个问题就是它不 hold 卷翘，因为像我的睫毛真的非常容易躺下，我擦上了就是一个很漂亮完美浓密，但是它就慢慢从这样慢慢躺成这样。所以如果你的睫毛是本身不会这样容易躺下来的话，这个会超级适合。这个如果能够克服不 hold 卷翘的问题啊，它会在我心中是100分的睫毛膏，不管多贵我都会买，这个真的太好用了。好，再来剩下的全部都是眼影盘，好多眼影盘了，我以后不要买这么多东西，认真吃鸡。来，第一个 Urban Decay 的 Naked Heat 迷你版，这个呢。如果你就想要一个暖色调的雾面眼影，然后你手上又没有太多眼影的话呢，我非常推荐它的粉质，真的是好的没话说，非常容易晕染，就是零技巧，你知道刷子沾了，然后放到眼皮上，然后这样子转，它就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柔雾感。但是因为它的配色啊，就是你知道，当你手上有很多眼影盘之后，你就发现它的配色真的很普通。因为这种暖色调带一点红感或带一点橘感的这种雾面眼影，在超级多眼影盘里面都有出现，所以这个对于彩妆控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如果你手上没有这样子的配色，你就想要找这样子的雾面眼影啊，这一盘的粉质绝对是首选。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包装非常漂亮，先再花3秒钟赞叹一下它的包装，真的超级漂亮。我会买这个也是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包装。然后你们看一下它的配色啊，就是这种暖色调，然后带有一点点红的这种大地盘嘛。你去看一下这个暖橘色的，是不是就跟 Naked 里面这个一样的，差不多的颜色？所以我说这一个，当你有很多眼影盘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就这个原因。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盘里面都有这样子的颜色。那这一盘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在做手上刷色的时候，觉得粉质干干的，然后不是很容易抹匀，然后会有一点那种结块的状况。可是当它用在眼睛上，就变成一个很迷样的好晕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晕染，就是一样刷子沾了，放到眼睛上，
啵，它就匀了。它就完全的匀，完全不会有什么卡在你的那种眼皮折痕里啊什么的问题，就我觉得很奇怪。而且它的这个珠光色啊，非常的细致，你们看一下，珠光色是很细致的。而且其实这一盘的配色是很容易使用，这一盘呢、意外的我觉得新手会非常适合，因为它的颜色还蛮中规中矩的，除了这个紫色可能不太用得到之外呢，其他颜色是都很容易使用的，而且还有雾面打底呀、或者是眼折色啊，还有这种提亮色，全部都有。如果你是新手，想要找一个希望能够多一点变化的眼影盘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好，再来呢，还是 Charlotte Tilbury 这个牌子，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出新品我通常都会买。那这一盘呢，它是一个全脸的彩盘，你们先看一下配色，你会觉得天哪，又是大地色，你到底要买几盘大地色？对，我就是一个地主，我没有办法抗拒这种大地色的彩盘。那我会买这个呢，是旅行需要，就我觉得这样子一盘非常方便。那我的确买了之后，我旅行啊或出国我都带这一盘。这上面呢是眼影，而且你们看它的体贴哦，就它上面还有标数字。就如果你是新手，你不知道彩妆的顺序的话，你就按照它这个1、2、3、4、5、6、7这样画下来。那这1你就先做整个眼窝的打底。然后2画在眼褶，3呢你就贴在你的睫毛根部这边做一点眼线，或是晕染眼尾的深邃度出来。4这个啊，它是一个 bronzer， 可是因为它没有很暖，是有一点点灰调的，以我的肤色拿来做修容是完全 OK 的。再来呢5这个腮红色，它是一个有点红棕色的，你就点在颧骨这边。就要你最深色的地方，这样先一点点，再来你再用这个浅粉色呢去把它匀开。你就一步一步按照它这个数字下来就 OK 了。再来最后呢是打亮，这个打亮就是用在颧骨的地方。你们看一下，它的粉质真的非常细致，这里面的所有颜色啊，你都是会摸下去，会心里这样哇，怎么会这么细致，这么绵密？然后即使是打亮，它是有亮度的哦，不会是那种看不见的。即使是打亮，也是超级细致绵密，完全没有颗粒感，没有亮粉感。所以这一盘啊，我觉得它是。我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地方哎，那你出国旅行真的也就是它一盘就直接完成你全脸的妆容，你只要再带一支口红就好了。这个我真的超级推荐，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网络上那个商品页面的时候，我想说它会不会没有深色的眼影，我觉得这个颜色在网络上看起来好像有点浅，可是实际上用起来呢，我觉得它的深浅度是还蛮够的，这样子，你看。要拿来做眼尾、眼线什么的都是 OK 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对眼线很需求的人，你就再多带一根眼线笔就好啦。这个是真的可以完成全脸妆容的。再来还是 Charlotte Tilbury， 我对这个牌子的爱就无法言语形容，因为这个牌子它的包装都很合我的胃口，而且它用起来通常都还不错。那这个呢是眼影霜，你们可以看到我还没用过。所以这个我就只能先刷色给你们看看，我没办法给出什么心得。它还蛮贴合皮肤的，然后染开来呢，感觉还不错。好，这个我之后用我再跟你们讲心得。这个品牌啊，它的就是色泽呈现还有贴合皮肤都是非常美妙的。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个品牌，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可以买看他们家的东西。好，再来是前阵子非常红的 Soft Glam。这一盘一样，先说结论，可以买。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有稍微怀疑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的配色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然后颜色好像看起来都浊的。可是很神奇的是，这一盘的颜色实际使用在眼睛上，会比这样子看到颜色还要漂亮。然后它们的粉质啊，不用多说，细致好晕染，你看一下。你上来就是一个完全的柔雾感，然后像上在眼皮，不是眼皮可能会有折啊，然后像我老了可能会有垂啊什么，就整个松松的，眼影会比较难晕染嘛。有一些比较不好晕染的眼影啊，就会有那种一卡一条的感觉。那像这一盘呢，就是可以完美的晕染在眼睛上，然后它里面的珠光色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你看。它的珠光色亮度跟细致度，还有颜色的那个贴合度，整个色彩呈现什么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一盘呢，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它的颜色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很惊奇的地方，可是你买回去用了，
真的会被惊艳。这一盘我用的是有惊艳到，然后这个我有帮 Gina 买啊，她也是用了之后说这一盘好漂亮哦。就你不要说看这个好像觉得没什么，真的是要用了才知道它的好。再来 Smashbox 这个砖块，它其实是一个彩妆书，就里面它有眼影、打亮修容、腮红跟唇彩，而且呢，其实它每一个都是可以拆起来变成自己一盘的。这个一样，先说结论。我觉得很可以买，而且这样子啊，好像才50-60块美金吧，我觉得 CP 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眼影啊，好，你先看，你会觉得又是无聊的大地色，可是其实我觉得用起来又还蛮有变化。这我已经用过几次，我每一次画出来的眼妆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前面我不是有讲那个 Naked Hit 的颜色重复率很高啊，你看。又出现了，就是这样子的橘色啊，或者是带红感的咖啡啊，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买 Naked Hit，真的不必了，除非你真的就是想要这一盘里面的所有颜色。那如果你只是想要里面的1-2个那种主色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在别人的盘里面出现。那这一盘里面一样，雾面的完美。它不管是手上刷色，或是上眼睛的晕染度啊，还有贴合皮肤色的时间，什么都是完美。然后珠光色一样哦，这个珠光摸起来好细哦，就绵密，就是这种品质非常好的眼影盘啊，你一摸它就会觉得哇塞，你看，它这个金属光泽非常的强烈，可是又不会粗糙。就这一盘眼影，我觉得是100分的。然后呢，打亮我觉得也不错哦，他们打亮啊是还蛮细致的，亮度没有很高啦，是这样子。要跟 Fenty Beauty 比的话，当然是没有它那么亮。可是你要跟一般打亮比的话，它很亮，而且不显肌肤纹理。它里面这个打亮非常非常的好用。可是这一盘我觉得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修容色不行。你看哦，这个就很偏黄嘛，然后这个很偏红，然后这两个打亮色其实有一点太深，我只能当眼影，没办法当打亮。那这个我先刷给你们看哦。这个以我们的肤色色调，你要拿来当修容的话，就真的太暖了，会看起来很像脏脏的，而不是修容。所以我觉得这一盘里面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比较偏冷色调的修容，其他真的还蛮完美的，因为它的腮红颜色也很漂亮，唇彩颜色也很漂亮，就是它的配色里面啊，你会觉得它很用心，就想要让你每一个颜色都用得到，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修容就只有暖色调，没有冷色调。就是如果你不需要，你不介意修容的话，这一组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值得买。而且如果你是彩妆新手，或者是你东西不多的话，这个直接扩充你的彩妆资料库的感觉，不觉得吗？就一下子拥有好多东西哦。那这个我自己买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剩下最后3盘，终于最后3盘了。都是红色系的眼影，而且它们都巨大盘，好像里面都20几色吧，这真的是刷色刷到快哭了。我们现在看 Jeffree Star 的，他们这3盘啊各有特色，带我来跟你们分享。Jeffree Star 这一盘呢，我推荐给如果你喜欢雾面的，因为它里面的雾面色居多，而且它的雾面色都非常漂亮。像你看这种比较有灰感的肤色，然后像这个蜜桃色，然后这种葡萄色啊、酒红色，它都是全雾面的。基本上很少看到彩盘里面有这么多这样子雾面比较特别的颜色，而且它颜色虽然比较特别，可是不会不好驾驭。这颜色我都实际使用过，那我觉得画出来的眼妆啊都 OK， 不会说看起来很不日常。不日常的只有这3个颜色吧。它其他颜色呢都是上脸很漂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雾面的，你可以买这一盘，或者是你喜欢红里面带有一点点紫感的，也是这一盘，因为它这3个颜色其实都是带有紫色调的，那上在眼睛上都非常漂亮，不会太紫，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像这种很紫的颜色。那它这种红里面带有微微的紫啊，其实看起来是非常有女人味。它这一盘里面画出来的眼妆都还蛮温柔的。然后呢，如果你想要一个红可是带一点玫瑰金，然后比较日常的这一盘，然后又如果你是特别对于那种金属色、亮片色很执着的这一盘 Huda Beauty 这一盘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先看它上面这一盘全部都是金属色，然后它的这个金属色啊，粉质非常好，摸上去会觉得它好像是介于霜状跟粉状之间，它的粉质就是完全的
融入皮肤，然后那个亮度是非常的够，而且是很细致的。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亮片色的人，你就是选这盘准没错。它这里面光是前面这一串亮片色啊，就足够让你高潮，这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底下这些雾面色呢，都很日常。你看，除了这个红之外，其实其他它都是大地色，而且是暖色调的大地色。所以像以我们暖色调肤色的亚洲人啊，这种都非常的好驾驭。它一样这一盘里面就大概就这两个颜色用不到吧，其他其实都是用得到的。这一盘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我想要画一个日常玫瑰金，可是又不想要太普通的眼妆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一盘。再来最后这一盘，如果你比较喜欢画那种很大胆的眼妆，然后就没有特别偏好雾面或者是亮面的话，我觉得这一盘还蛮不错的。乍看这样会觉得它的配色好像没有一个章法，可是实际上用起来啊，又还蛮好搭的。这个也是我用过几次，画出来的妆我觉得都很正常，不会说看起来很不日常。像它里面你看，其实除了这两个颜色会觉得比较跳之外，其实其他都是彩度比较低的颜色。然后像这种可能比较深的，就是拉在眼尾就好了。它其实这种可能带有一点点紫感的酒红色，还有这种紫藕色，你拿来当成是眼影的主色都非常的漂亮。但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推荐给对彩妆比较有研究的人。如果你是彩妆新手不会配色，你可能拿到这一盘就会完全的不知所措。所以这一个就是当你手上已经玩过很多眼影盘，想要找新玩具的时候，你就可以买这一盘。像我上次就有一个比较爱化妆的朋友请我推荐红色系的眼影盘啊，我就是完全不犹豫的，就是推荐这一盘，因为这一盘的颜色我觉得算是比较独特性比较高的。好哦，对，Huda Beauty 这个玫瑰金啊，它是再版嘛，就它之前第一版是这个。那我觉得两盘比起来啊，粉质是有提升，可是没有说差非常的多。就是它的亮片色这个有更细致，然后雾面色有一些还是像我记得这一盘好像这两个雾面色还是哪里吧，会比较有点粗糙的感觉。就这一盘的雾面色我觉得表现比较没那么好。那它像旧的这一盘一样是有这个问题，新的这一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依然存在，有改善一点，可是没有完全的改善。所以如果你对于雾面色是非常要求品质的话，这一盘可能会让你比较没有那么满意。好，以上就是这次巨大的 Sephora 后，也不是 Sephora 后啦，反正就是美系专柜彩妆开箱心得。但其实也不是开箱心得，因为我大部分东西都已经用了一阵子了。啊，对，我刚刚照镜子发现啊，我现在唇彩是这个，然后搭这个唇蜜嘛，效果超好的耶！我现在唇色超级漂亮，你们看一下。而且虽然说我这个是雾面，然后再搭上唇蜜，它颜色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卡唇纹啊，就是整个颜色还是好好的贴在嘴巴上。就这两个颜色搭起来啊，意外变成超乎完美，就是这样子的唇色超级漂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现在嘴巴上的妆效啊，是这两支加起来的效果。好，我真的好累，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喜欢我影片，不要忘记按个赞，给我鼓励。就真的是你们的鼓励，才是我继续这样子分享下去的动力。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记订我频道，拜拜。